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刚才工作很忙。我差点要走了。对不起啊。都在这里。同样写上你的姓名、金额和日期。警察！伟强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不用这么做。不行，爱丽丝，别这样，我是为你好。你什么意思？为了我好？哎，你被人家骗了，我们当然要去报警啊！我说最后一次，我没有被骗，我要说多少次？早上好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一切都很好。我们要举报诈骗案，请跟我来，我的同事会协助你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Hello， 你好，请问是 Miss Alice Lee 吗？是的。你好，我是金文泰警署的高级调查员沈混义。我打电话来是……你是谁？我是警察，我叫沈混义。打错了。对不起，我们继续。Hello， 你好，是 Miss Alice Lee 吗？我是高级调查员。我没有兴趣，不要再打来。Hello。他又挂我的电话了。他以为你是骗子，所以才挂断电话。你说的对，现在诈骗电话太多了。那好，先联系他的堂弟吧。事实上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联系上你的堂姐。我知道是你一直在劝说 Alice 赶快报案的，是吗？是的，我已经告诉他很多次了，他就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你为什么认为他被欺骗了呢？让我从头说起。我的堂姐 Alice 是一个钢琴老师，她有个儿子，今年10岁。我一直觉得我堂姐是个非常理智、负责任的女人，她花钱非常小心。但麻烦却出现在去年的圣诞节期间。她刚离婚，就在 Let's Check 应用程序上认识了网友 Henry。我是住在澳大利亚的单亲家长。我想 Alice 能理解他。你知道吗 ，Alice？ 我很高兴认识你。我的朋友中都没有离婚的，所以他们不懂我的感受。其实我也是，我的处境也一样。做单亲家长的确很辛苦，有没有为将来做过财务规划？做一点，不多。我觉得赚取被动收入很重要，特别是一个人抚养孩子。我一直在投资一家公司，它的回报挺不错的。哦，是哪家公司呢？这家公司叫 GSDNE， 你可以从 App Store 下载应用程序，可以先看看才决定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可以随时问我。好的，谢谢，我去看看。我和 Alice 从小就很亲。当我开始问他更多有关 Henry 和他投资的公司时，他变得很有防备，很生气。我完全没想到他已经掉入了圈套。我要借一些钱，大概5万块。你还好吗？你没有生病吧？不是那样，我没事。我只是用来投资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那家公司根本不可靠，你还想跟他们投资？我已经把资金投进去了，而且回报相当不错。我给你看，你看。什么？你居然在他们那里投资了10多万？艾丽，一开始我只投资几百元，但在2个星期内就赚了近1000元，所以我投入更多钱。你从哪里弄这么多钱来投资？我卖掉我的首饰，也放弃了我的保单。你断保还卖掉贵重东西，就为了把钱投进去？爱丽丝，现在的经济都已经这么差了，你的回报怎么可能这么高？这分明是个骗局。这怎么会是骗局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投资，Henry 也做这个投资。Henry，
你上网认识的那个？是他。如果他也参与其中，并打算骗你呢 Henry， 不可能，他不是那种人。怎么样？你能借我钱吗？下一个投资周期快到了，如果错过，我的资金就会被冻结。这根本就没有道理。为什么那家投资公司要锁住你的资金？他拿不出证据证明这家公司真的存在。Sir， 你得帮我的堂姐。我们会尽力而为的。在这同时，请转告你的堂姐，警方会再次联系她。当然可以。哦，我现在联系她。Hello， 李女士，我是高级调查员沈混义，我来自金文泰警署。你是警察？是的。我堂弟告诉我了，你会打电话来。是的，我一直尝试联系你。等等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？我向你保证，我是警察。我之前见过你的堂弟李伟强先生，他告诉了我你的情况。实际上根本没什么事。我觉得我的堂弟有点小题大做，他以为我被欺骗了。他只是担心你。同时，我们也针对 GSDNE 做了一些背景资料调查，它可能不是一家合法的投资公司。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些投资罢了，这也不是第一次，难道我看不出来？李女士，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也完全尊重你认为这个投资没有问题。为了澄清这案子的疑点，你方便将所有相关的合同和文件带到警察局来吗？这样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核实信息。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，就能够结案了。一切都公开透明，我可以在 GSDNE 应用查看回报。就像我们说的，我们的初步调查发现这个应用有一些可疑的地方。此外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没有拿出任何文件证明这家公司是合法的。你是怎样进行这些投资的呢？好的，开始那几次我都是在网上进行银行转账。你有这家公司的 UEN 号码吗？没有 UEN， 我都是转账给不同的电话号码和不同的人。那么，这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迹象。正规的投资公司都会提供 UEN 号码，而且相关的手机号码不会每次都不同，应该是相同的，不会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号码。但在应用程序上，我会看到我的投资，而且我还见过他们的员工。如果是假的公司，为什么要请员工呢？你是不是真的亲眼见过 GSDNE 的员工呢？是的，他来收取我的现金投资4次了。能谈谈那个员工的情况吗？我开始投入更多资金的时候 ，GSDNE 的一个员工联系了我，他说大额投资用现金支付更安全，因为我可以直接把钱交给他们的员工。我会收到一条短信，告诉我在哪里等，还有什么时间。然后一个叫 Jared 的人就会出现来拿走我的钱，他还会给我一张2元钞票，让我在上面写下我的名字、金额和日期。他们说这2元钞票是他们文件处理流程的一部分，我就拍照留个底。你能告诉我们更多这个员工的信息吗？他是一个华人，20岁出头，总是穿得很正式。我明天跟他见面，准备给他5万元做我下一个投资。这样啊，李女士，我们希望你能协助我们抓捕这个人。啊，这么严重吗？这是我们逮捕嫌犯的好机会，而且呢，你还能帮助其他跟你一样受骗的人。我搞不懂，因为我还在想，如果这是真的呢？李女士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应用程序冻结你投资的钱，要交出大笔的现金，还有这些2元的钞票，这些都是投资骗局的迹象。那好吧。各位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受骗者叫 Alice Lee， 过去2个月，他在 GSDNE 的可疑投资公司做投资。这家公司是他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Henry An 介绍给他的。之后，公司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投入更多资金，最初的投资将被冻结。到目前，他已经投入了将近25万元。他们的交易方式有哪些？
一种是线上付款，通过 PayNow 各种银行转账；另一种是通过跟所谓的 GSDNE 员工会面。一个员工？是的 ，Alice 跟同一个员工见过面，他20多岁，他们见面了4次，每次他都交出好几千元的现款。我们还查看了警方电眼，了解会面的地点和时间。我们也找到他上了德士的录像，他是在雾兰关卡附近下车，他行为可疑，很可能从事洗钱的活动，是一个钱罗。Alice 说他们明天会再次见面，他将交出更多现金。现在我们有一个机会逮捕他。Yes sir。CD 和 Jaden， 你们靠近 Alice。Jonathan、Kenneth 到健身区那儿，负责注意嫌犯乘坐的车子。Klaus 和 Diana 负责下车地点附近的地区。我和阿 za 会在另一辆车里观察情况。Alice， 怎么了？感谢大家，你们辛苦了。可惜嫌犯取消了会面。他知道我们在查案吗？也许吧，但是可能性不大。我们已经很小心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找到答案了。艾丽说，嫌犯安排了另一次的会面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？明天，在爱丽丝的祖屋底层。好，各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马上捉人。Yes sir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刚才工作很忙。我差点要走了，对不起啊。全在这里。各位行动！金额和日期。警察，我是金文泰警署的高级调查员沈混义，你涉嫌诈骗被逮捕。是我带回警局。警察，请你立刻下车。Alice， 你没事吧？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Alice， 你做得很好，你很勇敢。你怎么会参与向投资诈骗的受害者收钱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刚才都说过了，我是帮我朋友收钱，又没有骗任何人。那好，就说说你朋友的事。他是我马来西亚的朋友。你经常都帮这个朋友吗？不是第一次。真的吗？我们的调查显示，这不是你第一次跟他收钱。我们知道你是代表 GSDNE 公司收钱的。我们已经知道你涉及诈骗案了。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？好，我承认，我在帮一个集团收钱 ，OK？ 他们操控 GSDNE App。你当初是怎样加入的？我很需要工作，朋友就介绍了工作给我。起初，我只需要办一张提款卡，然后在马来西亚各地收钱，非常简单。你又怎么会在新加坡收钱呢？他们跟我说可以赚更多，但我必须到新加坡收钱。他们还叫我穿得像样一点，看起来更像是合法的。收到钱之后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会把钱转给诈骗集团。我很需要钱。Alice， 伟强，嗨，你好，沈警官。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没什么事，我们刚好在这附近，只是想打个招呼，也要说声谢谢。我只是尽我的本分啊。非常谢谢你，你帮了我们很多，不然事情更糟。其实我们也要感谢你们的帮忙，我们成功逮捕了钱罗，阻止他从受骗者手中收取资金。
这个应用程序也从应用商店下架，诈骗集团就无法再利用它了。哦，对了，Henry 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对他的 LashChat 账号进行筛查，暂时还没有结果，但已经标记下来，会继续调查。他屏蔽了我，完全联系不上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会这么傻。不要太过责备自己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受骗。幸好你有伟强这么关心你的堂弟。对，是的。上次那个提议还是有效。如果你想找辅导员谈谈你的情况，请告诉我们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在刚才的8年案件中，一名妇女成了投资骗局的受害者。她将大量的现金交给了诈骗分子，而这个诈骗分子其实是一个跨国诈骗集团的成员。幸好她的亲戚及时察觉，加上金文泰警署的警员迅速介入，嫌犯最终被逮捕，从而阻止了更多资金被转移。警方强烈吁请公众在寻找投资机会时要格外小心。警方对任何可能涉嫌诈骗的不法分子，包括那些从事洗钱活动的人，都会采取严厉的态度，对犯罪分子依法严惩。你知道吗？新加坡政府机构以多种方式紧密合作，共同打击诈骗案。警方其中一个做法就是预防和阻止骗子干案。2025年6月推出的防诈骗保障法令是用来保护那些可能深陷骗局、不相信亲人或当局正在帮助他们的人。根据法令，警方可以向银行发出限制令，作为最后手段来限制交易。收到限制令的人还是可以为了正当的理由使用自己的钱，例如支付账单和日常开销。这项限制令每次的有效期最长是30天。现在你知道了，大家一起打击诈骗案，让我们继续携手合作，保护自己和我们的亲人。自2024年以来，因为冒充政府官员骗局而损失的金额达到至少1亿5130万元。这些骗局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，所以必须斩草除根。非常感谢2位参与这一集绳之以法的警惕骗局单元。那我们先来谈谈吧，假冒政府官员的骗子到底是如何行骗的呢？开始的时候呢，受害者呢会接到不请自来的电话，或者呢是通过 WhatsApp 应用程序所打来的电话。骗子呢会声称他们来自政府机构，比如新加坡警察部队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或人力部。骗子会利用政府机构的标志来作为他们个人的资料图像，以便出示假的警察证件，或者使用官方抬头的信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骗子会告诉受害人他们的银行户口存有可疑的交易，或者呢涉嫌犯罪的活动。如果受害人呢否认这些指控，就会被要求按照骗子的指示去办事，比如呢把他们的银行户口的钱财呢转移到安全户口，或者呢交出他们的金条和首饰。之后呢，受害人会因为无法联系到骗子，或者他们直接向政府机构求证时，才恍然发觉他们已经上当了。我能不能这么说，政府官员是绝对不会要求任何人的银行登录信息的呢？是的，事实上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求你提供你的银行登录信息，你也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这类的资料。很重要的是，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感到恐慌，因为骗子呢是很善于利用人们的这个恐惧心理，去制造一种紧迫感，迫使人们呢在很快的做出一个反应。那么在这一类骗局当中，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危险信号呢？第一呢，要切记，政府官员是绝对不会要求你转账，尤其是把钱转到指定的银行户口。第二呢，政府官员也是不会要求您透露你的银行的登录信息，包括您的一次性密码。第三呢，他们也不会要求你从非官方的商店安装手机应用程序，例如呢，通过短信发送的未经验证的下载链接。最后，诈骗分子最常用的手法是，他们会向你施压，要你顺从他们的指示。他们通常会说，把你的电话直接转给警方，
其实政府官员是绝对不会把电话转给警方的。如果有潜在的犯罪情况呢，政府官员也会要求你直接跟警方联络，通过网上报案，不然就是亲自到警察局报案。警方呢也会直接和你联络，要求你到警察局核实情况。说的也是哎。仔细想一想，政府官员为什么会要求你通过电话转账呢？这非常不安全，尤其因为你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人是谁。是的，骗子呢利用恐惧心理和紧迫感的手段是非常有效的，我们千万不能低估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都有可能成为诈骗的受害人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接过一些电话，对方呢可以直接把我的个人信息说出来，让我以为他就是真正的政府官员哎。我们发现到有些诈骗集团会使用这种手段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，他们能够说出你的全名，甚至你的身份证号码，以显示他们的合法身份。不要因为对方能够说出你的个人资料，就轻易相信对方，记得要再三核实。如果有从政府发出来的短信呢，也要确保它是从 gov.sg 所发送出来的。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诈骗呢？其实呢，只要记得 ACT 这3个英文字母 ，A 代表 add 就是添加反诈骗保护措施，例如 Scam Shield 应用程序、防病毒程序和 MoneyLog， 这样可以提升你的手机和银行户口，应对诈骗的威胁。C 代表 check， 就是要查证。如果你不确定某个事件是不是骗局的话呢，就要进行查证诈骗的迹象。你可以拨打24小时开放的 Scam Shield 援助热线1799进行查证。你也可以使用 Scam Shield 的应用程序来检查可疑的电话号码或者短信。T 代表 tell， 就是通报，把你所遇到的诈骗事件告诉相关部门和你的亲朋好友。这么样做呢，能够避免他人受到诈骗的伤害。添加、查证和通报这3个简单的步骤，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诈骗。如果你坠入骗局，你的银行户头或信用卡被盗用，请立刻联系你的银行，避免蒙受进一步的损失。同时，也要上网或者亲自到警察局报案。如果需要警方的紧急援助，请拨打999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保持安全，提高警惕，我们一起携手打击诈骗案。这一集的绳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王伟璇，助理警监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，再会。